淡淡的小手不仅雪白，还极富美感，这样的小手堪称完美，哪个男人不想摸上一把？可是他隔空释放而出的黑焰大手不仅恐怖，更是异常强悍，强到那血族界灵拼命挣扎，却也难以撼动分毫。此等局面让九魂天河众人甚是绝望。可谁曾想，那原本痛苦哀嚎的血族界灵竟忽然开口怒吼：“臭娘们，你还真有点本事！但你以为老子堂堂血族会这么容易被你击败吗？”血族界灵说话之际，声音竟有了变化，他不再哀嚎，反而目露凶光。紧接着，人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身上由内而外出现了道道血红色的咒印，咒印自肌肤之上渐渐浮现，且越发清晰。那咒印十分诡异，看上去如血液一般，并且就像是具有生命一样，竟然在不断蠕动。而伴随那红色咒印的出现，血族界灵的力量也是越发强大。只见血族界灵大袖一挥，只用他的手臂便将先前无法撼动的黑焰巨手直接斩碎。好强！难道这才是血族界灵真正的力量吗？想不到他竟然隐藏了实力。人们看着血族界灵此时的表现，原本低沉的贵宾席上就像是看到了光芒一样，再度变得沸腾起来。其实那贵宾席上许多都是有实力的大人物，许多人的实力都是在这血族界灵之上的。可眼下这血族界灵所散发出的气势，却是连一些老一辈的大人物们都是感到有些不安，那就像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制一般，也就是修为有差距。若是修为相同，怕是在场的大人物们也少有人能够抗衡这样的血族界灵。从这一点便足以看着这修罗血族的强大。修罗血族不愧是传说中的存在，当真名不虚传。蛋蛋，你能应付吗？楚风已经放开了怀中的蛋蛋，并且满眼的关切。而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楚风也能感觉到那血族界灵的变化。虽然这次血族界灵的修为并没能再度提升，可是血族界灵的战力却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至少此时的血族界灵带给了楚风极为强大的压迫感。楚风也不知道这样的血族界灵，蛋蛋是否还能从容应对。修罗血族小喽啰而已，看本女王怎么收拾他。然而相比于旁人，蛋蛋却依旧一脸的淡定。随后他便向前踏出了几步，走到楚风和雨莎身前，也终于是面对面的正视于那血族界灵。小喽啰，臭娘们，你是在说本大爷吗？血族界灵问道。这台上只有两个小喽啰，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你主子，而与本女王交手的是你，那不是在叫你，还能再叫谁？淡淡说道。公孙云天虽然没有说话，但脸色却变得阴沉，毕竟淡淡是连他也一起骂了。可那血族界灵却没有公孙云天的好脾气，他的目光变得越发的凶狠起来，他的怒火已经彻底被点燃。本大爷今日让你知道修罗血族为何是修罗灵界最强一族。血族界灵怒吼开来，声音之刺耳，连虚空都被震出巨大的裂痕，而其身体的血红色的气焰更是一重又一重的不断释放而出，每一重释放都会将其周遭的空间粉碎一次。此等情况下，他的身躯也发生了变化。虽说他的身高没有变化，可是他的肌肉块头正在不断扩大，最终增强了1倍不止。血红色的气焰如血水化作的烈火自其体内升腾，已经彻底盖过了修罗界灵原本的黑色气焰。此时的他看上去比刚刚还要更为强横。区修罗血族也敢自称最强一族，你这是在贬低修罗灵界吗？看来必须给你一点教训。女王大人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这个丫头平时清纯可人，笑的时候更是倾国倾城，可是当她收起笑容变得认真时，那恐怖的威慑力更是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如果说先前的她还是不染凡尘的精灵，那么此时的她就是地狱走出的女王。忽然自女王大人的体内释放出了磅礴的黑色气焰，那黑色气焰兵分两路，一路将楚风和雨莎缠绕起来，且将他们推到了这笔斗胎的边缘处。女王大人是在要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楚风和雨莎，可是另外一路可就异常的凶猛。那黑色气焰不仅为磅礴，更是有着无数道人类的虚影在其中涌动，刺耳的哀嚎更是恐怖异常，就宛如这黑色气焰是来自地狱，其中圈养着1万怨灵，而这一路的攻击正是直奔那血族界灵而去，虚张声势。可面对女王大人的攻势，那血族界灵竟然丝毫不惧，他没有释放出任何手段，而是脚步向前一踏，便如离弦之箭一般，直奔那汹涌的黑色气焰冲了过去。当二者交锋之后，黑色气焰内的怨灵更是如同千军万马，开始对其发起了围攻。可血族界灵大袖一挥，便有阵阵惨叫响起，他竟徒手抓住黑色气焰，将迎面而来的气焰怨灵全部撕成了粉碎。如果说此一时女王大人像是操纵千军万马的元帅，那么这血族界灵就像是一个凶猛异常的兽王。不过这场对决似乎血族界灵占据了优势，虽说女王大人释放的黑色气焰数量磅礴，宛如无穷无尽，且威势也是极为骇人，但对那血族界灵却是根本无法造成伤害。此时的血族界灵肉身极为强横，不仅坚不可摧，更是所向披靡。他如一头蛮牛横冲直撞，就硬生生扛着黑色气焰前行，并且距离女王大人越来越近。这女娃虽然逆天，可似乎修罗血族更强啊！贵宾席上的众人眼看着血族界灵就快要靠近女王大人，一个个的变得越发兴奋起来。可谁曾想，女王大人却是轻哼一声，随后只见女王大人忽然抬手一掌轰出，自其体内涌出的黑色气焰竟明显变强，硬生生的将那即将靠近他的血族界灵给推了回去。臭娘们，老子还未用尽全力！那血族界灵再度怒吼一声，他的肌肉竟然再度变大，且没过多久，那不断倒退的身形竟真的稳了下来。紧接着，刚刚的一幕再度重演，一边斩杀攻来的黑焰怨灵，一边凭借坚不可摧的身躯继续向女王大人冲击而去。虽然这次他前行的速度有所减缓，且变得吃力起来，
可却仍在一步一步靠近。蛋蛋，若是不行，立刻退回来，输赢无所谓，我只要你安然。眼看着形势有些不对，楚风赶忙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蛋蛋劝道。他太了解这位女王大人的性格了，这丫头比雨莎还倔强。楚风真的害怕女王大人为了帮自己赢得这场胜利而勉强自己，导致其受伤。楚风，你这家伙说什么屁话呢？对付这种小喽啰，本女王需要退缩吗？你就乖乖站在那里，看本女王如何收拾这个废物即可。可是楚风这话却是换来了女王大人的斥责，虽说并非是真正的斥责，但也足以看出女王大人的决定。女王大人释放的黑色气焰变得更为恐怖，那哀嚎极为刺耳，胜过万千雷鸣。只是听到那哀嚎，许多人都感到头皮发麻，惊悚不安。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女王大人双掌齐发。这种情况下，不仅黑色气焰的气势变强，就连那黑色气焰中的虚影也是变得更为强大。如果说先前的虚影更像是怨灵，那么此时的虚影更像是恶魔，一个个的身高体大，哀嚎之际满嘴獠牙，无论手脚都变成了尖锐的利爪。面对这样的攻势，那血族戒灵也是难以支撑。血族戒灵的身躯也不再坚不可摧，尽管他在不断抵抗，可是那黑色气焰中的恶灵还是开始在他身上留下伤痕。1道、2道、3道、4道，由一只指力爪所抓出来的血淋淋伤痕不断出现在那血族戒灵的身躯之上，并且伤痕越来越重。而对于这种情况，血族戒灵却是没有任何办法，他没有了之前的狂妄，凄厉的惨叫再度从他口中接连传出。眼见情况不对，他开始想要后退，但却发现退路已被封锁，他已是陷入了绝境之中。血族戒灵的伤势越发严重，很快就变得血肉模糊，那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血人，看上去很是恐怖瘆人，并且血族戒灵的气息也正在减弱。这丫头着实有些可怕，难怪能够触发那样的异象，她之力量简直没有极限，难怪连传说中的血族戒灵竟也不是她的对手。见此一幕，九魂天河的众人再度哀叹连连，面露绝望。事已至此，他们也都觉得楚风的戒灵太可怕，哪怕是血族戒灵与他交战，也是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可就在此时，女王大人却是小脸一变，竟有痛苦之色浮现在她的脸上。可能因为太过痛苦，她连站都站不稳，竟俯身蹲了下去。而就在她蹲下的那一刻，竟有大口鲜血自其口中喷洒了出来。与此同时，她体内所释放的黑色气焰也是停止释放，而那些已经释放而出的气焰也是没有了之强的恐怖力量，消散开来。蛋蛋，眼见蛋蛋受伤，楚风赶忙动身，想要跑到蛋蛋身旁。然而楚风还没跑几步，那刚刚消散的黑色气焰便再度浮现，再度将他控制了起来。喊什么喊？我没事。蛋蛋回过头来，面带笑意的对着楚风调皮的眨了下眼睛。蛋蛋此举就是想让楚风不要担心，可他转过来的时候，楚风还是看到蛋蛋绝美的小脸变得格外的白，那是虚弱的惨白，甚至在他的脸上还出现了一重冷汗，只是一瞬间就疼得出现了冷汗。蛋蛋必然在经历着难以承受的痛楚，而此时那已遍体鳞伤的血族戒灵竟发出一阵狂笑。臭娘们，你这力量虽强，但看来已经到了极限，老子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要么做老子小妾，要么就给老子死。蛋蛋的攻势停止之后，这血族戒灵再度露出狂妄的嘴脸。就你这种货色，连做本女王仆人的资格都没有，你只配死在本女王的手中。蛋蛋说道。那你就给老子死吧。血族戒灵再度被蛋蛋所激怒，直接发动了攻势。虽已经血肉模糊，可他的速度依旧非常之快，如一只猛兽，以胜过闪电数倍的速度直接冲到了蛋蛋的面前。眨眼间，他已来到了女王大人的身前，身形一跃，巨大的手掌便向蛋蛋的脑袋捏了过去。那个架势就是要硬生生的把蛋蛋的脑袋捏成粉碎，既然得不到，他便要毁掉。可谁曾想，就在血族戒灵即将得逞之际，蛋蛋的身形竟然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之际，已是越空而起，并且来到了血族戒灵的身后，并且蛋蛋的手中还出现了一把黑色的匕首，那匕首上面竟然还有着几滴刚刚沾染上的血迹。你这臭娘们！血族戒灵似是意识到了不妙，眼中涌现出了不甘之色。下一刻，鲜血四溅，血族戒灵的头颅竟飞了出去，伴随2声闷响传来，血族戒灵落在了地上。但此时的他已是身首异处。小喽啰，以为本女王只会远攻，不会近战吗？蛋蛋落地后，鄙夷地看着那已身首异处的血族戒灵，结，臭娘们，倒是老子低估你了，今日就先放你一马。可谁曾想，那已身首异处的血族戒灵竟仍能开口说话。紧接着，他那已经分开的头颅以及身躯都化作血红色的气焰，并且向公孙云天开启的结界大门飘去，想逃。可是女王大人却面露狠色，体内再度涌现出暗黑气焰，那气焰化作黑焰墙壁，将整个比斗台分割开来，封锁住了那血族戒灵逃脱的退路。够了，胜负已定，没必要继续了。可谁曾想，就在此时，黑煞老魔却是开口了：云天小友，你难道还要继续吗？紧接着，黑煞老魔看着公孙云天，晚辈认输。公孙云天虽然很不情愿，可还是低头施礼。而他此话一出，在场更是嘘声一片，而公孙家的所有人都是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他这一认输，便是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可今日不仅仅是他公孙云天败了，也是九魂天河败了。臭丫头，那小子都认输了，你还拦着老子不放？已经化作气焰的血族戒灵仍能发出声音，不过可能害怕女王大人不依不饶，所以别看他话语说的硬气，但语气却变得怂了不少。蛋蛋，放他一马吧。楚风也是开口说道：小喽啰，若再让本女王见到你，必要你命。蛋蛋收回了黑色气焰后，便没有一丝眷恋的
走向了戒灵大门。他的步伐极为潇洒，而贵宾席上的戒灵师们看着这样的蛋蛋，都是目露嫉妒。这样的戒灵是所有戒灵师梦寐以求的。不过蛋蛋却在走到戒灵大门前后，忽然停了下来。怎么样？我就说这种小喽啰不可能是本女王的对手吧？蛋蛋冲着楚风得意地扬了一下小脸，这才踏入戒灵大门之中。而雨莎也是回到了戒灵大门之内。老夫宣布，进入最终考核的便是我九魂天河的公孙云天，以及来自祖武天河的楚风。黑煞老魔这话可谓是给足了楚风尊重，因为他说的不是圣光天河，而是祖武天河，这可是按照楚风的意愿来说的。楚风小友，云天小友，你们与老夫来一趟。黑煞老魔先是收起那件笔斗台，便起身离开了此地。见状，楚风和公孙云天也是一同跟了过去。不过黑煞老魔却是将他们二人分开后，为楚风单独准备了一个休息的宫殿。他也只是告诉过楚风可以在此休息等候，便直接离开了。虽然不知道黑煞老魔到底卖什么关子，但楚风反而是有些窃喜，他终于又可以和蛋蛋近距离交谈了。楚风迫不及待地进入戒灵空间之内，看到蛋蛋后，楚风几个箭步就冲了过去。停，还想占本女王便宜不成？看着兴奋冲来的楚风，蛋蛋赶忙抬手制止。我的女王大人，你的伤势怎么样？我来帮你看看。楚风走上前去，也不管蛋蛋是否愿意，便直接抓起了蛋蛋白皙的手腕，替他诊断伤势。蛋蛋，你的气息怎么如此不稳？楚风观察之后，顿时面露紧张。他发现蛋蛋的伤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本女王还没有修炼完毕，乃是强行出关，负伤不是很正常吗？没事的，别大惊小怪的看着我，本女王休息一下就好了。蛋蛋说道。蛋蛋的确负伤了，但却并非是被那血族戒灵所伤，而是强行出关导致的。也就是说，蛋蛋在与血族戒灵交手之前就已经负伤了。强行出关，那修罗神石你还没有炼化完吗？楚风追问道。是啊，我还没有修炼完那块修罗神魔石呢。蛋蛋说道。修罗神魔石，听到这5个字，楚风目光微微变化，而相比于楚风，雨莎的表情更为精彩，那是一种震惊的表情。在这个丫头脸上可是很少出现这样的表情，显然她也是知道修罗神魔石的。修罗神魔石是何物？那不是修罗神石吗？楚风问道。是我搞错了，不是修罗神石，而是修罗神魔石。若是修罗神石，本女王需要闭关这么久，需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炼化它吗？况且若只是修罗神石，就那么小一块，也不可能让本女王的修为提升这么多啊。蛋蛋说道。那这样说来，这修罗神魔石是比修罗神石还要厉害的修炼资源了。楚风问道。当然，这修罗神魔石可是我修罗灵界内最高级别的修炼之物，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在你们修武界竟然能够发现，并且这块修罗神魔石还是被伪装过的，故意伪装成了修罗神石的外表，这也是本女王从一开始就没有看穿它的原因。蛋蛋说道。最高级别的修炼之物吗？怪不得。但是蛋蛋，你为何没有彻底炼化就强行出关啊？楚风问道。你这家伙遇到危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女王大人反问道。而后经过一番交谈，楚风才知道事情的具体经过。修罗神魔石与修罗神石有很多区别，除了修炼能量上要强于修罗神石外，修炼它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简单的说，若是炼化修罗神石，修炼的时候女王大人是不清楚外面发生什么的，但是炼化修罗神魔石，女王大人却能够感应到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女王大人闭关这段时间，楚风所经历的事情，女王大人全都知晓。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修炼的时候必须专心修炼，除非彻底炼化完毕，否则无法停止。这也是为何之前楚风遇险的时候，女王大人明明知道，但却也没有停止修炼来帮楚风的原因。不是女王大人不想，而是她不能。而这一次，女王大人能够逃离修罗神魔石的掌控，强行停止修炼，其实正是那紫霞鬼王珠的力量。是紫霞鬼王珠让女王大人获得了脱离修罗神魔石掌控的力量。傻丫头，刚刚的情况我完全能够应付，你没必要以负伤为代价来帮我啊。得知经过，楚风深感内疚，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他所导致的。若不是他给女王大人使用紫霞鬼王珠的力量，女王大人就算想帮他也帮不了。本女王大人修炼太久，着实无聊坏了，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能够摆脱修罗神魔石的机会，当然要把握住。其实本女王只是想趁机出来玩一回，帮你不过是顺便罢了，你也不要太过自作多情哦。蛋蛋笑眯眯地说道。见状，楚风也是尴尬一笑，但其实他只是配合蛋蛋，他知道蛋蛋是在说谎。这个丫头其实极度渴望力量，她怎么可能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归根结底，蛋蛋是为了帮她而已。楚风少侠。可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是此地的长老。行了，你快出去继续你的招亲大会吧，不要打扰我和雨莎妹妹聊天了。蛋蛋也是察觉到了有人来找楚风，于是对楚风进行催促，示意楚风离开。但是雨莎看向蛋蛋的眼神却有了别样的意味，犹豫了片刻后才终于开口。我应该比你大。雨莎对蛋蛋说道。我不管，我比你先来的，我就是比你大，快叫女王姐姐。蛋蛋双手叉腰，一副傲娇的模样。那我叫你女王吧，你叫我雨莎就好。雨莎并未照做，毕竟这个丫头也是有着自己的个性的，但是她对蛋蛋却显得十分客气。那行，你们先聊，反正你们聊什么我也都知道。楚风嘿嘿一笑，随后便将意识投射回本体之上。而当他打开门后，有着多位长老等候在殿门之前，不过他们的手上都是端着一些容器，那容器之内应该都装着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楚风却看不穿，唯有其中一位手上的，楚风看得出来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巨大的浴盆。楚风少侠，方便让我们进去吗？为首的长老问道。前辈请。楚风话落，那些长老们就纷纷走了进来。那举着浴盆的长老率先将浴盆放下，随后那些长老
便依次打开自己手中的容器，将容器中的物品倒入浴盆之中。可是这一倒，楚风却是眉头微皱，那容器之内都是虫子，稀奇古怪的虫子，每一种看上去都是非常的恶心，并且每一种都是楚风从未见过的，并且这些虫子的身上竟然都散发着修罗灵界的气息，竟然都是修罗灵界的虫子。此时就连雨莎也是忍不住开口，毕竟楚风看到的，雨莎和蛋蛋也都能够看到。就在这时，为首的长老也是将他手中的容器打开，倒入浴盆之中，竟是散发着恶臭味的绿色液体，那液体散发着腐蚀的力量。按理来说，如此强力的液体会让那些虫子瞬间死去，甚至炼化。可这液体进入浴盆之后，那些虫子不仅无碍，反而变得更加兴奋，就像是从昏睡中被唤醒了一般，振起，眼看那些虫子就快要爬了出来。为首的长老立刻布置阵法，封住了浴盆。封住浴盆之后，为首的长老取出一张卷轴，递给了楚风。楚风少侠，黑煞大人有命，让你进入这浴盆之内，浸泡身体12个时辰。进入之后，在身体布置此阵，可减少疼痛。为首的长老说道。减少疼痛，前辈，这里面很痛吗？楚风问道。楚风少侠放心，运用这阵法能够减少疼痛，并且对你的身体只有益处而无害处。而这不仅是黑煞大人的意思，也是参加最终考核必须做的。若是楚风少侠不愿继续考核，倒是可以无视此事。楚风少侠自行考虑。话罢，这些长老便离开了此处。离开之时，还贴心的帮楚风关闭了店门，但他们关门之后，却站在店门外，并没有离去的意思。楚风，我怎么感觉不妙啊？淡淡说道。我也感觉不妙，谁都看得出来，这里面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楚风说道。何止不是好东西，而是极其危险。那些虫子皆是我修罗灵界有名的毒虫，尤其那水，我若没有猜错，乃是以修罗界灵的尸骨熬制而成的尸水。淡淡说道。啥玩意？尸水？听闻此话，楚风的脸色也是变得极为难看。淡淡，这真的是尸水吗？这么恶心？楚风问道。一定是，不会错。雨莎也开口了，给予了楚风准确的答复。楚风，这个黑煞老魔应该不是什么好人，要不然想办法逃掉吧。淡淡劝道。没事的，我的女王大人，他若真的对我不利，我是有办法逃走的。这浴盆里的东西虽然皆是毒物，但对我身体应该不会有害处，应该只是会对我的身体有一些改变，只是究竟是何改变，我也不清楚罢了。管他呢，先试一试。你们两个闭上眼睛，不要看，我要脱衣服了。楚风说话间，便真的开始脱衣服。这种淬炼，什么都不穿，往往效果才最好。楚风，你确定没事吗？淡淡还是有些担心。放心吧，我好歹是界灵师，这一点还是能够确定的。楚风脱光衣物，又看了一眼那长老给他的卷轴，记下了上面的阵法。楚风先在体内布置好阵法之后，这才跳入那浴盆之中。楚风刚刚进入浴盆，那浴盆内的虫子便毫不客气地咬住了楚风，开始吸食楚风的血液，撕咬楚风的肉。这些虫子都有剧毒，被他们其中一个咬到都是极痛，更何况楚风被密密麻麻的虫子围攻。不过好在那阵法运转之后，的确有减缓痛楚的效果，再加上楚风早就经历过太多磨难，相对比之下，此时的痛楚对楚风而言其实不算什么。楚风除了一开始皱了皱眉头之后，后面连眉头都不皱了，就那样像是正常人一样盘坐于浴盆之中，那惬意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在泡澡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楚风也渐渐察觉到了一些事情，这虫子只是辅助作用，真正依靠的还是那所谓的界灵尸水。那尸水涌入体内，再加上虫子的毒性，会与楚风相融，而楚风的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因为楚风足够放松，所以还没到12个时辰，楚风就已经将整个浴盆的力量全部吸收，绿水变得不再那样恶臭。而那些虫子可能因为毒性释放太多，也可能是被尸水反噬，也都死去。搞定了，淡淡雨莎，你们俩睁眼吧，我穿好衣服了。楚风从浴盆走出，穿好衣衫后，才对淡淡和雨莎说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淡淡和雨莎能够看到楚风所看到的。楚风换衣服的时候，若是低头看到了自己的部位，那他们两个也能看到，这就是楚风让他们闭眼睛的原因。楚风，感觉怎么样？淡淡赶忙问道。感觉还不错，而且我似乎知道黑煞老魔的用意了。楚风说道。他到底想做什么？你说来听听。淡淡追问道。他具体想做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猜测，他让我在这种脏水里面淬炼，是要让我进入修罗藏的。楚风说道。此话怎讲？淡淡好奇地问道。淡淡，雨莎，你们出来，仔细感受一下。楚风说话间，打开了界灵大门。界灵大门打开后，楚风捏动体内的阵法，楚风的双眼竟然变得空洞起来。空洞的双眼看上去有些可怕，而自己肌肤的颜色也是有了一些变化，身上更是开始散发出微微的黑色气焰。最主要的是，就连的气息竟然有了变化。简单的说，楚风此时的气息不再像是一个人。而淡淡和雨莎也是从界灵大门内走了出来。从出来之后，看到这样的楚风，也是立刻发现了原因。你的气息是修罗恶灵的气息，所以那黑煞老魔是想让你先伪装成修罗恶灵，然后再混入修罗藏地。淡淡问道。我猜应该是这样，但是究竟要我做什么，就要2个时辰之后才会揭晓了。楚风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是满心期待的。他费尽力气来参加这招亲大会考核，明知得罪了公孙家，还是坚持不走，为的不是黑煞老魔的美丽孙女，而是修罗藏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修罗界灵师的缘故，看到修罗藏的那一刻，那个地方就带给了楚风极大的吸引力，并且这股吸引力就像是有毒性一样，在自己的心中急速扩张，越来越强。如果说开始的到时候修罗藏德对于楚风而言只是想去，但若真的不可以，也是可不去的地方的话，那么现在修罗藏的楚风必去。若是不去里面看一看，
楚风可能此生此世都会想着这个地方。很快，12个时辰到了，还不带那些长老进来，楚风就自己走了出去。那些长老感受到楚风此时的变化，就知道楚风已经成功淬炼完毕，一个个的脸上都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待楚风的态度也是变得越加客气。于是楚风便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地下宫殿。打开殿门，是深不见底的地下长廊。地下长廊一路向下，哪怕长廊两侧的岩壁上挂着不少灯石，可这长廊仍是十分昏暗。可是顺着地下长廊向里深入，穿过几道结界大门后，前方开始出现微弱的光芒。继续深入，那光芒也是越来越亮。到了后来，不仅将昏暗的长廊全部照亮，甚至那光芒都开始变得刺眼。原来这地下宫殿的最深处有着一座极为磅礴的大阵。这地下宫殿的最深处是一座极为宽敞的大殿，此殿之大，说是小型世界也不为过。而这大殿有多大，那阵法就有多大。一眼看去，无边无际的阵法漂浮在半空之上，此阵之大，哪怕山脉在其面前也是变得渺小不堪。这哪里还是阵法，简直就像是一颗星辰落在了楚风眼前。而在这大殿之内，有着一张方桌，方桌四周摆放着3张座椅。黑煞老魔正坐在主位之上，看到楚风后便立刻露出笑容，那个架势似乎已是恭候多时。楚风小友还真是准时啊，不过我听长老说你早在2个时辰之前就已经淬炼好了，这份天赋公孙云天也是远远不如，你真是刷新了老夫对祖武天河的认知。看来祖武天河将因你的出现而再度名声大噪。见到楚风，黑煞老魔竟主动站起身来，将楚风请入座位上，这种待遇可谓是极高。但楚风却更加关注黑煞老魔的话语中所透露出的其他消息。黑煞老魔已经知道楚风在2个时辰之前就已淬炼完毕，这说明楚风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随后楚风与黑煞老魔交谈起来，当然都是客套的话语，其实他们是在等待公孙云天的到来。好在没过多久，公孙云天便来了。当公孙云天入座之后，此处殿门关闭，大殿内便只剩下了他们3人。直至此时，黑煞老魔才说出了这最终考核究竟是什么。说起此事，倒是有些难以启齿，因为这最终考核，老夫是怀有私心的。老夫是想请2位小友帮老夫一个忙。大名鼎鼎的黑煞老魔此时脸上竟有着几分难为情，可是听他这样一说，倒也是按照楚风预想的方向去走了。大人，什么事您尽管吩咐便是，只要您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晚辈也愿全力以赴。公孙云天忽然起身施礼，且以保证的态度开口。这个家伙平日里十分狂傲，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哪怕对待自己同族兄弟也是冷冰冰的。可谁曾想，面对黑煞老魔这种人物，却是彬彬有礼，甚至态度十分炙热。但其实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家伙也是在拍马屁而已。不过对此，楚风倒也并不意外。从一开始，楚风就知道公孙云天的自负高傲以及冷漠，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这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与楚风之前见到的大部分天才一样，唯一不同的便是这公孙云天比之前天才的实力更强罢了。而随后，黑煞老魔道也是说出了他真正的目的。黑煞老魔就是要让楚风和公孙云天进入修罗藏地，但是楚风没想到的是，黑煞老魔让楚风和公孙云天进入修罗藏地，其实是要帮他偷一样东西。那个东西有何用途？黑煞老魔并没有说，但是他却许诺，只要能够将那样东西拿过来，不仅可以迎娶他的孙女，还可以得到重重的奖赏，并且无论成败都可以得到奖赏。当然，东西只有一个，谁能顺利将那东西带回来，谁才能够的迎娶黑煞老魔的孙女。2位小友，修罗藏地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你们若是不愿意，现在退出也还来得及。老夫绝不强人所难。黑煞老魔讲述过自己的目的之后，又对楚风2人说道，他说的这番话倒是没有为难楚风和公孙云天的意思，只是说这话的时候，楚风注意到黑煞老魔的目光却有了一层变化。虽然那种目光一闪而过，但还是让楚风感受到了不好的信息。楚风觉得黑煞老魔只是话说的漂亮，若真的有人拒绝，他未必会这么客气。但无论是楚风还是公孙云天，都没有退缩的打算。公孙云天来此就是为了这招亲大会，而楚风坚持下来就是为了进入修罗藏的。眼下机会就在眼前，哪怕有风险，也绝对不会错过。于是楚风和公孙云天都表明了自己愿意的态度。而当楚风2人表明态度之后，黑煞老魔虽然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但楚风也能感受到他的高兴。可能在此之前，他也是担心楚风和公孙云天拒绝的。2位小友，此次行动，你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老夫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合作。老夫承诺，只要你们2个能够安然归来，就算没有拿到老夫想要之物者，也会有奖励。当然，为了确保万一老夫需要在你们身上布置阵法，你们放心，这阵法是保护你们的。黑煞老魔说做便做，当真在楚风和公孙云天身上分别布置了一座阵法。这道阵法有时间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保护彼此不受对方伤害，也就是说，有着阵法在身，公孙云天的力量无法伤害楚风，而楚风的力量同样也无法伤害公孙云天。将这个换上吧。紧接着，黑煞老魔又取出2个盒子，分别递给了楚风和公孙云天。打开盒子之后，楚风有些意外，这盒子内竟是一套黑色的铠甲，并且还有黑色的佩刀，无论是铠甲还是佩刀都是非常的精致，而这皆是戒灵所用之物。至于公孙云天的，则是与楚风的一模一样铠甲和佩刀。楚风猜测，这应该是修罗藏地内那些恶灵所穿的，毕竟他们2个淬炼身体，改变形态与气息，就是为了伪装成修罗恶灵。但是这样的恶灵却与楚风想象的不太一样，毕竟楚风见过的恶灵大多都是变成怪物的可怕生物。虽说那些戒灵依旧具有智慧且具备力量，
但却往往以更自由、更随性的方式生活，几乎摆脱了所有束缚。可楚风和公孙云天现在却要穿上这铠甲，这样的他们更像是军队的一员，看上去极为正式。这也让楚风对于修罗藏的内的那些恶灵有了全新的看法。可能这些恶灵与他想象中的乃是不同的存在。记住，进去以后第一时间先将回来的结界门隐藏起来，还有就是待在原地，不要乱走动，会有人来接应你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听从接应之人的即可。不过遇到接应之人，要先说出暗语，他听到暗语便知道你们是谁后，才可相信于他。成功之后就原路返回。黑煞老魔将那接应的暗语告知楚风与公孙云天后，便让楚风和公孙云天进入那座宛如星辰一般巨大的阵法之内。当二人踏入其中，盘膝坐下之后，黑煞老魔也是进入阵眼。磅礴的结界之力如潮水一般自黑煞老魔体内释放而出，虽无法确定那是何种级别龙变之胆，但是黑煞老魔的结界之力的确非常强悍。虽说这结界之力只是催动阵法，但楚风仍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感，这便是黑煞老魔的力量。无论刚刚小辈交锋之中楚风如何耀眼，但在黑煞老魔这种人物的面前，楚风仍是极为弱小的存在。在黑煞老魔的催动下，这座大阵开始剧烈颤动起来，刺耳的轰鸣自楚风身后响彻，那声音有些复杂，有震颤的声音，也有如同巨浪奔腾的声音。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整座阵法的全部力量都开始调动，并且围绕着楚风和公孙云天进行旋转。而楚风能够看到，强大如黑煞老魔这种存在催动着阵法之时，脸上竟也出现了吃力之色，豆大的汗珠不断的自其脸上落下。我的乖乖，这么厉害的阵法，必然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才布置而成，没想到居然就只是一座传送阵，就只是为了进入修罗藏的。看来那黑煞老魔要你们拿的东西非同小可呀，如若不然，他也不会准备这么久，耗费这么大的时间和精力。楚风，你真的要去啊？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看到这样的阵仗，就连蛋蛋也是变得紧张起来。当然，他的紧张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担心楚风。没事的，蛋蛋，若真有不测，我有逃脱之法。楚风说道。真的假的？修罗藏地那种地方，你也能逃吗？蛋蛋半信半疑地问道。应该可以吧？楚风尴尬地笑了笑，毕竟还没有进入修罗藏地，所以他也不能以十足的把握来确定。不过已经进入了这阵法，他是想要反悔已经来不及了。楚风笑嘻嘻地对蛋蛋道。的确来不及了。眼下的黑煞老魔面目开始变得狰狞，甚至发出怒吼。与此同时，他体内的结界之力更加汹涌，他开始施展全力催动这座大阵。而在他全力的催动之下，这座强大的传送阵法也已彻底开启。楚风只感觉刺耳的声音开始渐渐消散，而周围大片的光芒快速流转，遮盖了楚风的视线，周围的一切都已经看不清楚。当那光芒渐渐消散，一切恢复正常之际，他已不在那座大殿之中，而是进入了另外一座大殿。这里是修罗藏地吗？只是看着此时的大殿，楚风心中却是泛起了嘀咕：真的成功了吗？怎么不太像的样子？这座大殿虽然不如刚刚黑煞老魔那座大殿巨大，但却比黑煞老魔那座大殿更加宏伟、精致和神圣。莫说脚下的石头是精心处理过的，此处的一砖一瓦都是精心处理过的，就连墙壁和棚顶都是刻满了壁画。楚风看了一眼身旁的公孙云天，发现公孙云天正皱着眉头打量周围，显然他也不确定此地到底是不是修罗藏的。不过这座大殿内却有着两道门，一座是大殿自身的门，此门正紧闭着，另外一道乃是结界门。这道结界门有些特殊，它也镶嵌在墙壁上，并且看上去就像是镜面一样，无论是形态还是气息上，都与寻常的结界门有着较大的区别。而这道结界门就在楚风和公孙云天的身后，它必然就是将楚风他们传送出来的结界门。若要返回，也要通过它。楚风，快打开界灵大门，让我们出去。忽然，淡淡的声音响起。楚风打开界灵大门后，淡淡和雨莎则是第一时间从界灵大门内冲了出来。好熟悉的感觉，这是修罗灵界的气息，这里居然有修罗灵界的力量。女王大人闭上双眼，仰着小脸，用力的呼吸起来，看上去十分享受修罗灵界的气息。这么说来，此地真的是修罗藏地？楚风问道。他也发现此地的气息有些不同，天地能量之中武力很少，反而有种特殊的气息，但楚风也不确定那是什么，应该错不了。我想那个黑煞老魔也没有那个本事将我们传入修罗灵界吧，只是想不到这里居然蕴藏着修罗灵界的力量，虽然很稀薄，但的确是修罗灵界的力量，错不了。淡淡很是兴奋，如蝴蝶一般在这大殿内翩翩起舞，而楚风则是面带笑意的紧随其后，不想破坏淡淡此时的情绪。呵，可没过多久，一声冷笑忽然响起，是那公孙云天发出的。楚风看向公孙云天，发现公孙云天不仅也打开了界灵大门，那只血族界灵也是从中走了出来。此时的血族界灵已经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那个样子似乎已并无大碍，这再一次刷新了楚风对血族界灵的认知。这所谓的修罗血族的确不是寻常之辈，至少这伤势恢复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但眼下楚风更关心的是公孙云天，这家伙看着楚风的目光竟然涌动着杀意。楚风，你真是大胆，竟敢来到这里，你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公孙云天对楚风说道。公孙云天，黑煞大人可是在你我身上布下了阵法，我们二人是无法相互攻击的。楚风说道。你说的没错，这阵法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具有阻拦我们二人相互攻击的效果，可我们二人无法相互攻击，但我们的界灵却可以。公孙云天说这话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他身前的血族界灵，就这个，我女王大人的手下败将。楚风指着那血族界灵问道。姐，真的把老子当成废物了？在你们修武界，
老子没办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但老子没想到，此地居然蕴藏着修罗灵界的力量。既然如此，老子就让你们看看老子的真正模样。反小废物，可不要被老子吓得尿裤子了。话罢，那血族界灵便发出怒吼，能够感受到此处的力量正在被他快速的吸收。紧接着，那血族界灵的体内传来怪异的声音，与此同时，他的身躯也是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不仅肌肉变大，他的身高也开始增大。眨眼之间，他变成了一个高达100米的巨型怪物。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像是人类之躯，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怪物。他的肌肉不断扩大，已经大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看上去十分的恶心，并且在他的身躯、胳膊、大腿、手掌多个地方也出现了血红色的眼睛。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真真正正的怪物，这才是修罗血族真正的模样。女王姑娘，你要小心！雨莎对蛋蛋提醒道。可蛋蛋却不屑的一笑，紧接着蛋蛋竟身形一纵，直接向那血族界灵冲了过去。这一次，蛋蛋没有释放黑色气焰，而是以自己的身躯发动攻势。眨眼间，他们二人已是站在了一处。蛋蛋的较小的身躯与那血族界灵相比，简直就像是小白兔在与大象战斗。可是偏偏蛋蛋的体内蕴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并且速度也是占据了优势。蛋蛋的攻势不断击中血族界灵，而每被蛋蛋击中一下，那血族界灵的身上都会皮开肉绽，巨大的身躯也是连连后退。哪怕血族界灵变成最强状态，却也依然不是蛋蛋的对手。臭娘们，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血族界灵身形向后退去，随后他的体内竟然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紧接着楚风看到自他身后脊梁骨的地方竟有血红色的骨头破开皮肉钻了出来，骨头上面竟然还有这一把剑柄。血族界灵抓住剑柄，随后猛然一甩，伴随着大量鲜血自其后背喷涌而出，一根长长的骨头竟被他自己给拔了出来。可那骨头落入其手中之后，竟然开始发生变化，两边开始变得锋利，俨然形成了一把骨头制成的长剑。最主要的是，这骨头长剑散发出强大的力量，而那力量与血族界灵相融，这个家伙的战力竟然又一次提升。女王姑娘，小心！那是修罗血族的血族古剑，是修罗血族的手段。若是能够抽出血族古剑者，其战力会大幅度提升。雨莎对蛋蛋大声提醒道。可血族界灵显然不想给蛋蛋机会，他挥动手中的血族古剑，疯狂的蛋蛋发动攻势。别看他体型巨大，可是他的攻势却异常凶猛且快速。只见一道道剑气不断飞舞，密密麻麻的向蛋蛋挥砍而去。面对此等强势的攻击，蛋蛋也开始显得吃力，甚至释放出黑色气焰将自己包裹起来。蛋蛋，若是不行，立刻退回来，没必要和他纠缠，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蛋蛋说道。其实以楚风目前的实力，他是看不清蛋蛋和那血族界灵的交锋的，可是他却能够凭借精神力去感应，他能感觉到蛋蛋已经开始受到了压制。笨蛋，你慌什么？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是本女王的对手？别急，看我怎么收拾他的。蛋蛋给予楚风回应。相比于楚风的担忧，他依旧不慌不忙。虽说蛋蛋传递给了楚风不要紧张的信息，可是眼下的战局却并未发生转变，蛋蛋依旧处于下风。那血族界灵的剑势发生变化，不再群魔乱舞，而是只攻一点。可是这一剑力道与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来先前的攻势只是他故意的伪装，就是想要让蛋蛋不断闪躲，也使得蛋蛋低估他的力量。此时突然发动攻势，蛋蛋便猝不及防。蛋蛋眼见不妙，立刻释放黑色气焰去挡。可那血族古剑极为凶猛，竟破开黑色气焰，最终砍在了蛋蛋的身上。蛋蛋被古剑劈中，身形如流星一般飞掠而出，狠狠地撞击在了大殿的墙壁上之后才停了下来。强大的力道，就连这大殿的墙壁都被撞出了一些裂痕。不过万幸的是，蛋蛋身上有黑色气焰保护，他看似狼狈，但实则似乎并未负伤。可是楚风还是十分紧张地来到蛋蛋身旁。蛋蛋，你怎么样？楚风满眼紧张地打量着蛋蛋。笨蛋，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我没事的哦，你别担心。蛋蛋笑嘻嘻地说道。而见蛋蛋无碍，楚风悬着的心倒也落下了不少。蛋蛋，你用这个也许能够帮到你。楚风说话间，取出了一把巨大黑色的镰刀，递给了蛋蛋。这把巨大的黑色镰刀名为死神之刃，乃是当初楚风在神兵山庄内的藏兵通天塔中所得，专门为界灵所用的兵刃。当时楚风和殷庄红一同进入藏兵通天塔，二人都看中了这把死神之刃，只是想要拿到死神之刃却没那么容易。楚风为了拿到它，可是吃了不少苦头。蛋蛋看了一眼这把死神之刃，目光竟忽然有了变化，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目光，就连情绪都是有了变化。不要！蛋蛋不仅语气之中带着怒意，且还小手一挥，将送到身前的死神之刃给推了回去。蛋蛋，这是你能用的武。楚风还想解释，可还没有解释完，蛋蛋便抢先开口。我知道这是一把好兵刃，但我不喜欢你拿到它的方式。楚风，你给仔细听好了，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不允许你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获取这种东西。你若非要那样，就算你拿到了，我也绝对不会要的。蛋蛋一脸怒容地对楚风训斥道。他很少对楚风发火，更很少这样言辞激烈，可虽说是在训斥自己，但楚风心里却暖暖的。他又岂会不知蛋蛋是因为关心他才这样说他？说到底，蛋蛋是不希望他去冒险。喂，你们打情骂俏完了没？臭娘们，老子不急着杀你，是因为舍不得。你怎么能当着老子的面和这个废物亲亲爱爱的？你也太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臭娘们，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要死还是臣服于本大爷？那血族界灵扛着血族古剑对蛋蛋问道。可能因为刚刚击退了蛋蛋，此时的他信心爆棚，可谁曾想
蛋蛋却轻蔑一笑：“现在的你应该是使出全力了吧？”蛋蛋问道：“难道你感受不到我的威猛吗？”血族戒灵一脸得意：“真是无趣啊！”蛋蛋失望地摇了摇头：“无趣？你在说什么呢？”血族戒灵皱眉问道：“我是想说，哪怕使出全力的你，也是无法让我使出全力。”你真的太弱了。蛋蛋说道：“他妈的，老子放你一马，你竟然侮辱老子！臭娘们，今日老子要把你这美丽的身体剁成肉馅！”话罢，血族戒灵便举起手中的血族古剑，想向女王大人挥砍而来。可是他抬起血族古剑之后，却迟迟没有落下。这一幕不仅让旁人不解，就连血族戒灵也是十分不解。不是他不想挥，而是挥不动，他的手臂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就那样举着，竟然无法移动。仔细一看，所有人都是大惊。只见先前还与楚风待在一起的蛋蛋，此时竟出现在了血族戒灵的身后，用他那小巧的手硬生生地抓住了血族戒灵巨大的胳膊。是他抓住了血族戒灵的胳膊，才让血族戒灵已经举起的血族古剑无法落下。血族戒灵侧头观望，看着那在他面前如此渺小的蛋蛋，他的眼中涌现出了恐惧。这乃是他第一次露出如此恐惧的目光。我说了，你太弱了。蛋蛋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下一刻，自其体内释放出了磅礴的黑色气焰，那黑色气焰眨眼间便化作2只长达1000米的黑焰巨手，自左右两侧将血族戒灵封在了其中。紧接着，只听噗嗤一声，大片的鲜血如瀑布一般自那黑焰巨手之中喷涌而出，而那血族戒灵的气息也是消失的彻彻底底。见此一幕，就连雨莎都是被吓到了。他都知道蛋蛋强，但却没想到蛋蛋强到了这种地步。而要说害怕，在场之中最还害怕的自然是那公孙云天。公孙云天二话不说，转身就向那结界门跑去。他已经不想继续考核，只想逃离这个地方。可还未靠近结界门，一道倩影便忽然挡在了那结界门前。这倩影是如此的美丽，简直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可是，在公孙云天眼中，这却像是一个索命的恶魔。公孙云天跪了下来：“饶命，饶命啊！不要杀我，求你不要杀我！”公孙云天对女王大人苦苦哀求，他真的都快要哭了出来。“你好像跪错人了。”蛋蛋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楚风。公孙云天倒也是心领神会，赶忙转身跪向了楚风：“楚风兄弟，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其实没想杀你，都是那只该死的血族戒灵的意思。那血族戒灵很强，我控制不住他，我召唤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要像祖宗一样供奉着他。其实你帮我杀了他，我还要感谢你呢。只要你愿意放了我，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公孙云天对楚风苦苦哀求道：“公孙云天，你的自尊呢？你不是为了你的尊严，哪怕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可连句道歉的话都不愿意说的吗？怎么现在就跪在我的面前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同族兄弟吗？”楚风问道。“楚风，我是无耻，我是下贱，我都承认，你饶了我吧。我公孙云天这辈子连父母都没跪过，就只跪过你，求求你放过我吧。”公孙云天此时已是泪流满面。“好，那我就放你一马。”楚风说道。“哇，楚风，你是认真的吗？”听闻此话，公孙云天都是感觉难以置信。我楚风向来说话算话，不过我可不能放任你不管。楚风说完此话，看向了蛋蛋：“蛋蛋，帮我把他控制起来。”楚风，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的要放过他？蛋蛋本以为楚风是开玩笑，却没想到楚风竟然动真格的。“蛋蛋，我是认真的。”楚风点了点头，真是搞不懂你。蛋蛋虽然很不情愿，但却并未多问，而是直接照做了。他释放出黑色气焰，将公孙云天控制了起来。当其被控制住之后，楚风才便布置了一个结界麻袋，将公孙云天装到里面后，又将结界麻袋缩小，揣入了怀中。“我的女王大人，你这战力居然比之前更强了，难道这就是修罗神魔石的力量吗？”将公孙云天控制住后，楚风笑嘻嘻地问道：“少拍马屁。”蛋蛋瞥了楚风一眼，随后便仰着小脸，一步一步向楚风走来，随后抬起雪白的小手，自楚风身前掠过，将楚风手中的死神之刃抢了过去。“这一次我就破例收下，记住，若有下一次，你还敢冒险去拿这种东西，本女王绝对不收。不仅不收，本女王还要狠狠地揍你。”蛋蛋嘴上虽然这样说，可却是面带笑意的挥舞起手中这把巨大的死神之刃，眼中更是说不出的喜欢。一定一定。见蛋蛋如此喜爱这把死神之刃，楚风也是笑得合不拢嘴。蛋蛋不想楚风为了他伤害自己，可是楚风却觉得能够看到蛋蛋这样的笑容，哪怕再大的代价，却也都值得。随后，楚风立刻布置阵法，将拿到返回的结界门隐藏了起来。“谁让你们来这里的？”可那结界门还未彻底隐藏，一道冰冷且凶狠的声音却在这大殿之内响起。顺势观望，无论是蛋蛋还是楚风，都是暗叹不妙。一道身影竟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这大殿之内。在这位开口之前，楚风以及雨莎还有蛋蛋竟然都是毫无察觉。那是一位老者，但身高却足有13米，身强体壮，若不是白发苍苍且满脸皱纹，他的体魄简直与老人不沾边。并且这位老者的身上还穿着黑色铠甲，腰间也是挂着佩剑，看上去十分威武。可是他却双眼和空洞，且身上还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那乃是一只修罗恶灵，并且实力极强。不仅实力强横，他的铠甲与佩剑都明显比楚风和公孙云天的更精致，说明他的身份也很不寻常。该死！看到这老者恶灵，蛋蛋二话不说，手握死神之刃便冲了过去。可是当蛋蛋靠近之后，只见那老者探手一抓，便将蛋蛋的死神镰刀给抓住。被抓住之后，蛋蛋面露痛苦，奋力挣扎，可却无能为力。很明显，蛋蛋被控制住了。这位恶灵老者的实力远在蛋蛋之上。见此情形，雨莎也是眉头紧皱。蛋蛋乃是他们的依仗，若是连蛋蛋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们更是无能为力。极夜风霜苦寒地，也有明日普照时。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而这句话正是黑煞老魔告知他的暗语。黑煞派来的。听闻这暗语，老者再度看向楚风，凶狠的目光竟然变得柔和了许多。见状，楚风则是长松了一口气。其实他只是试探一下，因为这位老者的气势太强，根本不像是接应他们的人。但楚风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真的是前辈晚辈，的确是黑煞大人派来的。楚风赶忙施以一礼。听闻此话，恶灵老者则是放开了蛋蛋，旋即问道：“只有你一个吗？不是说2个吗？”他此话一出，更是确定了他的身份。他的确就是负责接应楚风的人，只是楚风没有想到，这接应他们的竟然会是修罗恶灵，并且还是实力如此之强的修罗恶灵。回前辈，发生了点状况，目前就只有晚辈一人了。楚风说道：“让你的戒灵回到你的戒灵空间，你就跟着我，记住，我若不与你说话，你就什么话都不要说。”那只恶灵老者很是严厉地说道。而楚风也不怠慢，赶忙让蛋蛋和雨莎回到戒灵空间内，随后便如同侍卫一般，跟在这只恶灵的身后。走出这座大殿之后，浮现在楚风眼前的竟然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头顶乃是蓝天白云，脚下则是青山绿水。身后的大殿原来是建于一座高山之上，向远处眺望，更是江山河流遍布各处。这是一个楚风的视线都无法看到边际的庞大世界，这与楚风想象中的修罗藏的可是全然不同。本来他以为修罗藏的会如地狱一般可怕，却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眼前的景象简直与正常的修武界没有任何差别，是阵法伪装的吗？居然看不出任何破绽，这必然是极为强大的戒灵师才能留下的手笔。修罗藏的果然不是寻常之地，虽然眼前的景象美轮美奂，可楚风却也知道这乃是假象。修罗藏的依旧是位于地底深处，无论是那蔚蓝的天空，还是光芒璀璨的明日，都是结界阵法伪造的，就连这青山绿水、汪洋大海，也都是结界阵法伪装而成。只是这阵法太强，哪怕楚风明知是假的，可却也偏偏看不出任何破绽。楚风跟着这位恶灵老者一路前行，路上也是遇到了不少修罗恶灵。那些修罗恶灵大部分都穿着与楚风一样的铠甲，唯一区别是他们的腰间没有佩剑，皆是手握一杆长枪。所有恶灵皆是整齐有序，哪怕御空而行，也是以阵列之势行走。他们所带给楚风的冲击便是4个字：训练有素。而无论是何级别的恶灵，看到这位恶灵老者都会赶忙停下，施以大礼。这里的人称那位恶灵老者为云良大人。从他们那敬畏的眼神，楚风之前的猜测也是得到了验证。这位接应自己的云良大人在这修罗藏的内果然是有着不同凡响的身份和地位，这也让楚风好奇，以他这样的身份，为何要帮黑煞老魔偷东西呢？毕竟他也是修罗恶灵，他的行为属于是背叛。难道说他其实并非恶灵，也是以特殊手段伪装而成的恶灵不成？楚风心中有着诸多疑问，只是这些疑问楚风却不好去问，因为这位云良大人带给楚风的感觉非常的冷漠，甚至冷漠到有些不友好。这种不确定性的感觉是楚风不喜欢的，可以说毫无安全感可言，甚至楚风都不知道这个云良大人现在带着他去做什么。于是楚风还是鼓足勇气开口了：“云良大人，我们现在是要去拿那件东西吗？”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道。可谁曾想，楚风此话刚出，那云良大人却停了下来。而当他转头看向楚风之际，楚风顿时感觉毛骨悚然。那云良大人的目光十分可怕，眼中竟有杀意涌现。我之前对你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在这里不要说话，不要问，只要跟着我，按照我的指示做就行。若再敢多言，我立刻杀了你。云良大人恶狠狠地说道。只不过他这话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此时楚风明白了，原来暗中传音也是不行，除非这位云良大人主动与他说话，否则看来他连与其正常交谈都是不行了。之后楚风便什么都不敢问了，只能乖乖地跟在这位云良大人的身后。最终这位云良大人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地牢之中。这座地牢极大，里面关押着的全部都是修罗恶灵，这些修罗恶灵都被锁链捆绑住了手脚，就连嘴巴都被刑具封住了，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似是犯下了重罪。并且这里被关押的修罗恶灵数量非常之多，简直数不胜数，哪怕是楚风看到的都有近万名之多。而这座的牢面积极大，倘若这里的牢房都关满了犯人的话，那么被关押的修罗恶灵数量恐怕会有数千万。而哪怕那些被关押的修罗恶灵看到云良大人后，竟也纷纷起身对其施以大礼。不过云良大人没有给予任何回应，他一路深入，来到了一个守卫森严的牢房前。这座牢房有些不同寻常，牢房的材料很是特殊，使得牢房格外坚固。而牢房门前站着的守卫，无论是衣着还是气势，都远非其他守卫可比，足以说明这座牢房的重要性。负责看守这里的牢房守卫看到云良大人，虽然也是毕恭毕敬的施以一礼，但却并没有开门的打算。直到云良大人拿出一块刻写着修罗王的令牌后，那些看守此处的守卫才打开了牢房大门。只是当这座牢房大门打开后，楚风却是心中一惊，这里面关押的不再是修罗恶灵，而是修武者。不会有错，无论是穿着还是样貌，那都是修武者的模样，并且这其中竟然还有着一道熟悉的身影，那是楚风认识之人王玉贤。楚风内心震撼之际，更是感到十分不解，此人可是大名鼎鼎的道海仙姑的天才弟子啊，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牢房内总共躺着37个犯人，这36个犯人都被特殊的锁链捆绑住了，那是一种能够限制武力与结界之术的锁链。而他们之中仅有5个是人族，剩下的31个皆是妖族。从那些妖族的容貌上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特殊的妖族。虽是妖族，但看上去并不凶悍，
反而有些长相，看上去十分高贵。但眼下那些妖族之人全部死了，仅有5个人族还活着，却也都是极为虚弱，奄奄一息。值得一提的是，仅活着的5人中，4个已经昏迷，只有王玉贤还保持清醒。当牢房打开的那一刻，王玉贤便立刻将愤怒的目光投了过来。可是当王玉贤看到楚风后，愤怒的眼中却涌现出一抹惊讶。他愣住了，但是那抹惊讶很快便被他掩盖了下去。他的目光再度变得愤怒，只不过却将目光从楚风的身上移到了云良大人的身上。老畜生，有本事直接杀了我！王玉贤恶狠狠地对云良大人咆哮着。王玉贤是故意的，故意隐瞒他认识楚风这件事，也有可能是他也无法确定，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到底是不是他认识的楚风。虽说楚风现在面容没有变化，可却是以恶灵的形态出现在这里的。王玉贤虽然转移了目光，可楚风却一直盯着王玉贤。楚风发现王玉贤的身上倒是没有什么伤痕，就连衣衫都是完好的，可是他却已骨瘦如柴，原本清纯的脸蛋已经没有往日的朝气，身体更是虚弱的如空洞的躯壳一般。此时王玉贤给楚风的感觉就像是身体的力量和灵魂都已被抽空一样，随时都会死亡，这让楚风十分心疼。楚风当初在道海仙姑的要求下，曾帮助王玉贤修炼，他与王玉贤独处了足足3个月的时间，甚至为了帮助王玉贤，还导致楚风毁容。是后来龙小小在月神婆婆那里许愿，才让楚风恢复了容貌。而在那独处的3个月时间里，楚风和王玉贤也是成为了好友。王玉贤虽不是自负之辈，平日里待人也是较为和善，但话语却很少，再加上他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气质，人会给人一种较大的距离感。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丫头，甚至有些调皮，只不过她那活泼开朗的一面只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展露。而除了他的师尊道海仙姑外，楚风也是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楚风后面可以直呼王玉贤的小名乐乐，王玉贤又欣然接受，便已是他们2人关系最好的证明。正因楚风与王玉贤乃是好友，所以当楚风看到王玉贤此时所遭受的苦难，内心自然十分心疼。那不只是心疼，还极为愤怒，甚至愤怒到想要杀人。楚风，不要轻举妄动。忽然淡淡提醒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淡淡虽然一直在闭关修炼，可是楚风所经历的事情他都知晓。他知道楚风认识王玉贤，也了解楚风的性格，但此地可非寻常之地。淡淡并不想楚风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用担心，我心中有数。楚风对淡淡回应道。尽管看到了王玉贤，可楚风却装作不认识他，甚至连暗中传音进行询问都是没有。如果现在暴露，那对楚风和王玉贤而言可都不是好事。楚风只能选择隐忍。云良大人没有理会王玉贤的咒骂，而是直接取出一个玉瓶。看到玉瓶的那一刻，楚风心神一动，那玉瓶上面刻有强大阵法，而那是一种颇为邪恶的阵法。只见云良大人掠过了王玉贤，来到了一个昏死过去但还活着的男人身前，他将瓶子对准那人的鼻子，随后阵法运转，那男人便立刻有了反应。哪怕已经昏死，可那男人还是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那声音十分凄厉，悲惨至极，听得人心里发毛。而那男子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惨叫，正是因为那瓶子正顺着那人的鼻子疯狂榨取其体内的力量。此时楚风注意到，那男子被榨取的乃是血脉力量，可他的血脉却有些特殊，既不是天级血脉，也不是天赐神力，而是另外一种独特的血脉。那瓶子疯狂地榨取着，直到那男子没有任何反应后，瓶子上的阵法才停止运转。但楚风注意到，那男子之所以没了反应，乃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乃是被那瓶子榨取干了体内的力量而死。紧接着云良大人又分别对王玉贤以及另外3个还活着的人出手，做着相同的事，就是榨取他们的力量。但无论是死去的男子还是王玉贤等人，他们被榨取的力量都是与众不同的。看到这一幕，楚风大概明白王玉贤为何会出现在此地了。虽还不知修罗恶灵的具体目的，但他们却是在收集特殊修武者的特殊血脉之力。可根据楚风的认知，一般收集这种力量的大多都不是做什么好事。不过王玉贤4人还算是幸运的，一番榨取之后，虽然比之先前又虚弱了不少，但至少他们还是活了下来。做完这件事之后，云良大人便带着楚风离开了。楚风虽然很担心王玉贤，但为了不引起云良大人的警觉，只能先跟着云良大人离开，甚至从始至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之后云良大人便带着楚风回到了他自己的寝宫。这座寝宫不仅巨大，且十分豪华，但寝宫内并没有任何守卫和仆人，似乎只是云良大人一人居住。你是戒灵师吧？回到寝宫后，云良大人对楚风问道。回云良大人，晚辈是。虽然嘴上这样硬，可楚风心中却忍不住骂了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明明先前都看到了我的戒灵了。当然楚风只敢在心里骂一骂，这话不敢说出来。不过经过刚刚牢房的事，楚风对这云良大人的印象可谓是十分不好，甚至怀揣杀心，运用那诡异的瓶子硬生生将人致死。可这云良大人却连一点波动都没有，他之狠辣以示可见。你来之前黑煞都怎么对你说的？云良大人问道。他的目光很是冰冷，那种陌生感宛如他随时都会杀掉楚风，让楚风感到不安。黑煞大人只是告诉我来帮他拿一样东西，进入此处会有人接应，拿到东西后原路返回，只有这些。楚风如实回道。他觉得这些事云良大人应该都知晓，没有隐瞒的必要，就只有这些。云良大人眯着双眼再度问道。此时他的目光具有极强的压迫感，晚辈所知就只有这些。楚风所说属实，倒也没有丝毫慌张。那看来我有必要告诉你一些事。首先你需要清楚，你要从这里带走的东西是目前这修罗界灵军内最重要的东西，想带走它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你应该知道，若是失败你必死无疑。云良大人说道。
修罗界灵君，这里不全都是恶灵吗？怎么又称自己为界灵？淡淡嘀咕道。其实淡淡所不解的，楚风也是不解的。但是这云良大人脾气太古怪，无关紧要的问题，楚风也不敢多问。但是关于此次任务，楚风觉得还是要问清楚为好。云良大人，我需要带走的，那究竟是何物？楚风问道。那是何物？回去后你可以去问黑煞，我只告知你如何将此物带走。看到这个没有？这里面的力量就是用来淬炼那件东西的。云良大人说话间，将那个瓶子举了起来，并且还将瓶盖打开。我现在需要你布阵，将你的阵法藏于这瓶内的力量中，待用这瓶内力量淬炼那东西的时候，便可以让你的阵法与这瓶内的力量一同进入那东西之内，之后再以你阵法的力量破开守护那东西之锁，便可以将它带走。至于这阵法要如何布置，能否将黑煞要的东西顺利带走，就都要看你的本事了。云良大人说道。云良大人，晚辈若没有观察错，刚刚牢房的那些修武者应该都是特殊血脉拥有者，血脉相斥，而这瓶内收集了这么多不同血脉的力量，那被淬炼的东西能承受得住吗？楚风问这些，还是想侧面了解那黑煞老魔让他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因为隐隐间，楚风心中那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这事与你无关，可是换来的却是云良大人的训斥。那晚辈问一些与晚辈有关的，既然那件黑煞大人想要的东西是你们修罗界灵君如此重视之物，必然也是有着重重守护。我的结界阵法混入其中，难道就不会被看穿吗？楚风问道。这点你放心，我们修罗界灵君内都是界灵，但却没有界灵师，只要你的结界之术够精，就不会有人发现，除非你是一个庸才，所以我才说能否成功还看你的本事。小鬼，现在你的命可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云良大人对楚风说道。晚辈必定会全力以赴。楚风说道。虽说此时楚风的内心对这云良大人已是充满敌意，可是至少表面还是要毕恭毕敬，以免这云良大人对他有所怀疑。你就在这里布阵，我还有事先走了。记住，你只可以待在这里，绝对不可以乱走。你若敢乱走，就算不被他们发现你的身份，但是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云良大人说这话的时候，竟是满眼的杀意，他可不像是在开玩笑。云良大人放心，晚辈必然不会乱走，就乖乖待在这里完成任务。楚风赶忙应道。随后那云良大人便真的离开，只将楚风一人留在了他的宫殿之中。只是云良大人走后，楚风却心乱如麻，根本没有心思向那瓶子内布置阵法。楚风和王玉贤虽然还谈不上生死之交，但却也算得上是好友。对于他，楚风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淡淡，我可能要去做冒险的事了。一番心理挣扎之后，楚风对淡淡说道。想做就去做吧。淡淡只说了这一句话，但却已是对楚风最大的支持。他向来如此，哪怕明知凶险，可只要楚风想做，他也会陪着楚风去做。得到淡淡的支持之后，楚风彻底下定决心，他要去救王玉贤。而这次营救虽然冒险，但楚风也是有着一些把握的。毕竟楚风已经从云良大人那里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此处的修罗恶灵虽然实力深不可测，可他们却有一个弱点，并不擅长结界之术，这倒是给了楚风可乘之机。只要云良大人没有欺骗楚风的话，那么楚风还是有着极大把握可以将王玉贤救出来的。甚至不出意外的话，还不会影响楚风帮黑煞老魔去拿那件东西。决定之后，楚风便立刻行动。楚风先是在这宫殿内布置阵法，留下了自己的一道结界分身，装作在向那瓶子内凝聚阵法的样子。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防止云良大人回来。随后楚风又以结界阵法布置了一个假的王玉贤，是准备偷梁换柱。至于最后，楚风则是破例改变了自己的面容，将自己伪装成了云良大人的模样，并且还以结界阵法做了一个假的令牌。做完这一切之后，楚风便运用九龙圣袍以及结界阵法的双重力量，将自己隐藏起来，潜入地牢之中。起初楚风还很紧张，但是伴随着自己一路深入，从一个又一个修罗恶灵身边走过，但他们都毫无察觉后，楚风悬着的心也是落下了不少。地牢内戒备森严，这里面的恶灵很多实力都是远在楚风之上的，但他们对楚风都是毫无察觉，这也是侧面说明了他们对于结界之术的手段应该是没有什么破解之法。终于，楚风来到了那关押王玉贤的牢房前。来到了这里，楚风已经有些落下的心再度悬了起来，因为这个牢房和其他的牢房则是不同，它以特殊材质打造，虽然没有蕴含结界之术，但楚风的结界之术也是破不开，甚至楚风都无法看到牢房内的情况。楚风想要进去，就只有一个方法，让守卫打开牢门才行。所以楚风只得现身，以云良大人的身份命令他们开门。楚风说做便做，先是在较远处解除隐身状态，随后便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这些守卫面前。当然，他此时的面容并非本尊，乃是云良大人的样子。拜见云良大人。而那些守卫看到伪装后的楚风，虽赶忙施以一礼，但是却并没有立刻打开牢房大门。楚风倒也不慌，而是学着云良大人的样子，什么也没说，直接拿出了那块刻写着修罗王的令牌。当然，楚风手中这块令牌乃是他自己伪造的。可谁曾想，接下来的事情并没有楚风想象的那么顺利。云良大人，您刚刚不是已经收集了他们的力量，这个时候又来这里，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吗？守卫并没有立刻开门，反而是对楚风询问起来。这可与刚刚他们面对真正的云良大人时不太一样。我要做什么？需要向你们汇报吗？楚风依旧没有慌乱，反而是面露怒容，以云良大人那凌厉且霸道的语气训斥起那些守卫。属下不敢。而看到云良大人动怒，那些守卫也是吓得身体一颤，随后不敢再废话，而是赶忙打开牢房大门。看得出来，他们虽然负责看守此处是本分，但其实对于那云良大人还是非常恐惧的。楚风进入牢房，便立刻将牢房大门关闭。可仔细一看，楚风才发现
先前还活着的3个人已经死了。此时这牢房之内就只剩下了王玉贤一个活人。老畜生，继续来啊，我不怕你。看到楚风，王玉贤还以为是云良大人又来折磨他，立刻咒骂起来。这丫头虽已是奄奄一息，可却十分强势。乐乐，是我。楚风赶忙暗中传音的方式呼唤出了王玉贤的小名，并且说话的时候面容也是发生变化，从云良大人的模样恢复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想让王玉贤相信自己的身份。楚风，真的是你？你怎么来到这里的？而且你怎么会和那些畜生待在一起？王玉贤打量着楚风，以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果然，从一开始王玉贤就认出了楚风，只是他不理解楚风为何是和修罗恶灵一起的。乐乐，关于我来这里的事，回头再与你解释。现在我先带你离开。楚风说话时开始布置阵法，想要以阵法的力量解开那困住王玉贤的锁链。小鬼，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可忽然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紧接着牢房内的空间一阵颤动，一道身影浮现出，此人竟是云良大人。